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在塞尔维亚旅行，刚下飞机1个小时，行李箱被偷，心情跌到了谷底。而在今天这影片又开心地奔跑起来，下榻这个国家最寒冷的小镇之一，在佩斯特高原巴尔干半岛最荒凉的土地尽头，从空中看见塞尔维亚最震撼的自然奇观。直接就不回酒店了，然后准备留在这里等到9点钟拍银河。在巴尔干三国游第一集影片中，我从香港飞到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刚到酒店不到10分钟，行李箱就被偷了。那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了，深夜跑警察局报案，度过了在欧洲寝食难安的第1个晚上。接下来2天游览了贝尔格莱德这座塞尔维亚首都的一些著名景点，还有周边的泽蒙小镇，并来到了塞尔维亚的第2大城市诺维萨德。夜里漫步这座城市的自由广场。为什么2019年9到10月份拍摄的影片约7年后才发布出来呢？在这集影片中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夜晚的诺维萨德比我想象中更像是一座中欧城市。这座位于多瑙河畔的城市曾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跟奥匈帝国的交界地带，不同的文明、宗教、民族在这里交汇了数百年。而我此刻所在的自由广场则是诺维萨德真正的城市中心。广场中央伫立着塞尔维亚19世纪政治家的一个雕像，四周呢则被奥匈时期的建筑包围。最醒目的就是新哥特风格的圣母圣名教堂，以及金色灯光下的市政厅。漫步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能感觉到缓慢而安静的气质，很难想象在这样平静的地方，历史上却无数次站在战争跟帝国的边境线上。在影片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塞尔维亚或者说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属于欧洲吗？在上集影片分享后，我莫名有种直觉，肯定会有一些网友会说塞尔维亚不是欧洲。果不其然，就收到了这一条评论。我想说这名网友，你的地理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还是你认为只有英法德才叫欧洲啊？位于欧洲东南边稍微没那么发达的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就不是欧洲呢？世界上只有5大洲吧？塞尔维亚不是欧洲，难道是亚洲，甚至是非洲？但不可否认啊，好像在一些人的偏见里面，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就不太属于欧洲，因为在大家惯常的印象中，欧洲代表着富裕、秩序、精致、发达，甚至高福利。那么这个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啊，就是没那么富裕，而且呢经济较弱，基础设施落后，历史比较复杂。但塞尔维亚毫无疑问是欧洲国家，你可以说它不是西欧啊，但是它一定是欧洲。可爱，像蒙奇奇一样可爱，特别可爱，小天使。在诺维萨德第1个夜晚的晚餐，时至今日，我已经记不起这些食物的味道，只是记得在塞尔维亚的很多时候，肉食的比例可以说是相当的高，每餐都有各种的肉食。是早上在诺维萨德老街的一个酒店里面醒来，然后享用早餐。去哪？刚出门，刚起床。对，后面。这个去哪里都能吃到这个五花肉，真好吃。这里的西红柿非常好吃，好多客人都说。坦白说，在塞尔维亚最令我难忘的食物就是这个西红柿，很有西红柿的味道。咱们知道，在国内这个西红柿是越来越没有西红柿的味道了，就是偏水啊。然后呢，塞尔维亚的这个西红柿据说都是有机的可以直接吃，然后呢风味很浓郁，
有一种风味很浓郁的清甜的味道。这培根太咸了。塞尔维亚的一个幼食消耗量非常大，这个幼食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咸，相对国人来说，很多人都吃不惯，牛排啊、猪排啊、炸肉啊，都偏咸一点。刚才一个客人说，感觉在欧洲这边每天吃早餐都像过生日会一样。我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想要尝一尝那里的一些咖啡，还有那里的啤酒。像昨晚我们晚餐的一个啤酒，非常好喝。这个蛋糕有点吃不动了，太甜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诺维萨德的另一个，这里叫红酒小镇。离开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我们搭大巴往诺维萨德的东南方向，大约驱车约10公里，我们来到了多瑙河边的另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叫红酒小镇，据说这里是塞尔维亚最著名的葡萄产区之一。从罗马时代开始就种植了葡萄，后来呢，叫奥匈帝国时期，葡萄酒的贸易非常的繁荣。它和贝尔格莱德不太一样，更像是隐藏在多瑙河边的中欧酒乡，有浓厚的中欧感满街的奥匈风格建筑。当地最有名的一种酒是传统甜型香料的葡萄酒，有一个传说说当年泰坦尼克号上呢也装载着这里的一个葡萄酒。对，所以你想买贵的也，刚才在那边尝，因为国内这国几个挺好的。中国的红酒。Yes, you It's 20 euro, and this one sweet wine is 8 euro. 现在我们买了6瓶葡萄酒，然后红葡萄酒的话是8欧元一瓶，6瓶葡萄酒总共36欧元。这座位于塞尔维亚红酒小镇的一个教堂呢，叫卡尔洛夫奇神学院宗教建筑群，可以说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整个红酒小镇虽然不大，却在塞尔维亚历史上的地位极高。这是因为在18世纪以后呢，当时的巴尔干半岛长期处在奥斯曼帝国跟哈布斯堡帝国的夹缝之间在上集边我们聊到哈布斯堡帝国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奥匈帝国的一个皇室家族吧。许多塞尔维亚东正教的重要机构呢，就开始迁徙到这个红酒小镇上来。所以呢，这个小镇逐渐成为了塞尔维亚民族精神跟宗教精神的重要中心。教堂、神学院、钟楼，还有缓慢安静的街道，让这里有一种典型的中欧气质。
想拿这个相机拍张照。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从诺维萨德回到了贝尔格莱德吃中饭。然后今天我们很难得的在这个贝尔格莱德又吃到了中餐。这家餐厅在这个贝尔格莱德的机场附近。谢谢。因为连续吃了几天塞尔维亚的西餐，好像团友们的中国胃，包括我在内，都觉得不得劲，都挺馋中餐的，甚至一包榨菜都挺受欢迎的。所以呢，现在得吃一顿中餐，大伙都有些眉开眼笑。哎呀，好高级你们呐！有点挤呀。饭后，从贝尔格莱德我们一路向西，进入塞尔维亚西部的山地边界。我们要去看的可能是你也听说过的，位于德里纳河谷的一座神奇的河中小屋。起初呢，它只是当地人为了休息而在河中礁石上搭建了一间木屋。后来因为国家地理的一个摄影作品，它意外被世界看见，成为全球旅行者眼中的奇迹画面。快到冬天了，这里的人不断在储蓄着木头，然后过冬。然后对面就是东正教会了，是一座造价非常昂贵的一座东正教的教堂。我们现在在去河中小屋的途中，看到了这个难得的耶稣之光。哇，现在有点冷了。走了，抓紧了啊，抓紧了！待半小时的。一点都没有骗我们。哇，那山下那个房子看着很爽啊，现在被佛光照着。在巴尔干，祝祖国生日快乐！贝尔格莱德经过5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著名的一个河中小屋。现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河中小屋。游泳，他们那个水位其实到了冬季的话会高很多的，现在这个水位是有点低了。然后那个水的话，其实刚刚好就是没过那个石头嘛。他们后面就是想找一个休憩的地点，然后就在上面建了这么一个小房子。在上集贝尔格莱德的影片中，我们讲到，贝尔格莱德位于这个萨瓦河跟多瑙河的交汇处。那么眼前的德里纳河呢，就是这个萨瓦河最长的支流，那么也是巴尔干半岛的一条重要的河流，流经波黑跟塞尔维亚，并在两国之间构成了较长的天然边界，全长的346公里。最终呢，通过萨瓦河汇入到多瑙河。
那么眼前这个德里纳河的一个河中小屋为什么这么著名呢？我相信来过塞尔维亚的摄影爱好者一定知道，这个河中小屋它被视为塞尔维亚最具代表性的摄影奇观之一。它并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建筑，而是一个孤立在河心的小屋，四周呢被强劲的河水包围啊。当然呢，这个是遇到这个河水高涨的季节才会看到的景观，那么那个时候就会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一座几乎不应该存在的小屋，却真实地出现在巴尔干的山谷之间。它之所以被世界看见，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张国家地理的摄影作品，使它从一个当地人熟悉的河中小景变成了国际旅行者关注的地标。这座小屋呢，多次被洪水冲毁，又一次被重新搭建。人们来到这里看这座小屋，不仅是因为它好看，也是因为它象征着人类在德里纳河强大自然力量面前一种威韧的坚韧的存在。看完德里纳河的河中小屋，我们搭车来到了紧挨河中小屋的一个小镇，叫巴伊纳巴斯塔。这是西塞尔维亚的一个小镇，位于塔拉山脚下。我想让这个也这样调的话，那么就另外这里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个去除薄雾啊，去除薄雾，它可以把这个色彩呢变得更加的微妙啊，增强这个色彩的冷暖对比。这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巴伊巴斯塔的一个早上凌晨6点钟还是很清静的，没什么人。因为酒店的早餐还没有准备好，大部分的团友呢还在熟睡中，所以起早的我呢就在这个小镇溜达起来了。在异国他乡享受这个小镇宁静的清晨，是一种难忘的体验。
准备离开这个巴伊纳巴斯塔的，然后现在准备开车去重头戏乌瓦茨大峡谷。Speak English? No, No. no. Говорили по-русски. Speak English, no, samo Serbia и to. Which city are you from? Ja no Beograd, Paraćin. Beograd, Paraćin, Niš, Skopje, Atina. Atina, Grecija. Vozio Grecija. Oh, your home. Pa zato nisam odmah. Postoje stvari u Bugariji.小学生。这是一个很小巧精致的东正教教堂，看它的那个十字架是横的，是比较短的，然后呢，竖的是比较长的。但天主教就不一样，天主教的横跟竖都是基本长度的。为了拍这个教堂的前景，然后大家都集体趴下来了。这集陈旧的影片已经进行到了约30分钟，谢谢你看到这里。坦白说，起初我特别犹豫这些巴尔干三国的影像要不要分享，因为我感觉当时拍的不够好看，画质呢也不够高清，有一些镜头抖动很严重，特别是我说话呢也不够利索，而且还不太爱笑，去的地方有些走马观花，不够深度，和今天阿树拍摄的影片相比确实是有差距的。总而言之，在决定分享之前，我顾虑挺多的，但最终当我决定分享出来，并把这些影片剪辑出来以后，我发现也没那么糟糕，还挺好看的。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虽然这些影像不完美，但那是无可取代的。哪怕今天我能去到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但它都无法取代2019年的回忆。2019年的世界我已经回不去了，哪怕我有再多的金钱、时间、精力，但我再也回不去20多岁了。这就是20多岁时我在欧洲唯一的旅行，唯一的影像，独一无二，无可取代。哪怕它有各种的瑕疵和不完美，但它确实就是我要珍藏一生的回忆。也许我想说的是，人们习惯追忆过去或者期待未来，但我想最应该是过好今天。哪怕今天我的银行卡里没有足够的存款，也没有20多岁时的强劲的身体、充沛的精力，但是这些不足以阻挡我们用最完美的心态去度过今天这24个小时。因为昨天无法重来，但昨天的美好回忆可以在今天认真书写。这奶牛，哎呀，好多牛啊！哎呦，这牛呢？经过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塞尔维亚的另外一个小镇，叫谢尼察。谢尼察这个小镇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西南方向，大约280到300公里处，靠近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一个边境附近的巴尔干山区。
这个小镇值得一说，它是塞尔维亚海拔最高也最寒冷的小镇之一。它位于巴尔干深处广袤荒凉的贝斯特高原边缘，四周被高山草原和峡谷包围。很多游客、摄影师、旅行团都会住在这个小镇，因为这里紧挨着塞尔维亚最震撼的自然奇观之一，也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乌瓦茨大峡谷。下去吃饭喽，外面风景很好。Alles zahlen, alles von dieser Karte und nur diese. 他搞个什么抓着吃饭的？没有，我看哎呀，这是4个人一盘是吧？饭后，我们在房间休憩片刻，就搭车前往乌瓦茨大峡谷。我记得当时坐的是一辆面包车，因为面包车的座位不够，我就挤在这个堆满了摄影设备的面包车最后面的地方。窗外呢，尘土飞扬，汽车不断向高原的深处爬升，人烟越来越少，山谷跟草原逐渐吞没了现代世界的痕迹。这里是佩斯特高原，巴尔干半岛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冬季漫长而寒冷，强风终年吹过高地，也塑造了这里孤独而出力的气质。而乌瓦茨大峡谷就隐藏在这片高原的尽头。现在我们准备到乌尔茨大峡谷了。由于那个地方车开不进去，可能我们要走一段路。nije. 那比比亚看到那个蚂蚁窝，好大呀！那比比亚蚂蚁得多大？到了那个地儿，你找个地方一坐就好了。谁不教不转的就不害怕。你拍我啊？到前面那个台子上别着急拍。哎呦，终于来到乌尔茨大峡谷了。然后有一些老师都吓腿软了，都不敢往下去，因为看着很危险，但是同时也很壮观。我现在还没看到大峡谷，但是从我这个位置看，已经非常的雄壮了。大家注意安全啊！悬崖边上没有护栏。你们管你们好了，不要下是吧？好吧，好吧。这在下边，下边就看下去。壮观啊！值得，跑那么远也值得。不一样的感受吗？这是秋天呐，第一次是夏天呐，色彩不一样。稍等，我们是。现在光越来越柔和。这么现在干。要等那个谁喊麦。鸟蚁人，小鸟依人。是啊，这么来的，特别光多漂亮。特别那个衣服比人漂亮。哦，这拍的好，还变成是衣服功劳了，不是？这边。好。哇，你看看这个，好吧？哇，有点夸张，太高调了。做人要低调。今天我们把它发到群里。就是没办法，想低调，但是没办法。哎，这一个，哇，这个好像是当明星的感觉。本来就是。哎呦，这个太漂亮了，这个。对，一个黑色的是啊，这才叫装备，这才叫装备。今晚留在这里拍银河。刚才我说有点冷啊，我们的摄影老师听到的时候，他说冷吗？我不觉得冷，那是因为大家都是穿着冲锋衣啊、御寒的衣服啊，只有我因为丢了行李箱，然后呢就没有很好的保暖的衣服啊。我记得我只穿了非常单薄的衣服，所以呢整个巴尔干的旅行有好几次我都被冻得不行啊。
后来特别感谢跟我住同一个标间的一位摄影老师呢，就难看到我得到山上还有肉吃哈，就把他的一个小外套借给我。面包不吃的，吃肉。面包也吃啊，面包也吃完了。面包也吃完，这饿的。这里面是什么呢？这里面那个羊排，辣的羊排，这个不好吃也得吃啊。大家直接就不回酒店了，然后准备留在这里，等到9点钟拍银河，在山上吃从山下带下来的一个大饼，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面包里面的肉，搞点剪影。来这儿拍剪影，来这儿拍。哇，又玩那个了。带了什么？哪有这么多人？拿不下。那再喂点。问那个狗狗要不要牙签？是狼吗？真幽默。狼太个黑色了，都太幽默了，这是手机拍一个岩石啊，在这儿。用人做前景。啊，人在动，光这个云没意思。真的，云也动，人也动。啊，云也动，全景是人。我还就怕你们人老乱动。哎呀，就得有人。就在我们十分享受的记录眼前这把美景的时候呢，从附近不远处来了一个好像是牧民吧，他说这片山坡是他家的土地，如果在这里摄影的话呢，要收钱2欧元一个人，好像。Danas snimanje i sutra snimanje 200 eura. 2 euro. 200 eura. Danas što ste snimali. 对焦。好，这个银河都已经能看。30秒可能会拖了尾巴。拖一点尾巴啊，20秒吧。最大光圈2.8啊，用 LV 对焦，就是那个手动的 LV 对焦，对上以后再给它拨到自动手动对焦就不动。现在大家准备，感觉好酷啊！大晚上的又冷，但是大家看着这个冷吗？我不觉得冷。满天星空，创作热情，无比高涨。是在 M 档吗？对啊。构图到这儿啊，构图到这儿。在2025年在新疆奥勒泰旅行的时候呢，我当时用无人机航拍喀纳斯河啊，我觉得真的是一条绿色的丝带。那么眼前的这个乌瓦茨河呢，像另外一条丝带。这一条位于塞尔维亚西南部的高原深处的乌瓦茨河呢，经过数百万年的侵蚀，缓慢切开白色石灰岩山地，形成了整个巴尔干最不可思议的蛇形峡谷。从空中俯瞰，这条翠绿色的河流像被大地反复折叠的丝带，在荒野中不断的回旋啊！从空中俯瞰的话，真的是觉得又壮观又不可思议。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你看完整集影片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谢谢收看，巴尔干的旅行仍在继续，我们下期见。